刚才若再晚一步，所有士兵都将陷入我的死阵当中。师兄，他死了吗？死了。将项柳碎尸万段，为死去的兄弟祭奠。给我回来！不管你们和项柳有何仇怨，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敌人。谁敢辱师，军法处置。不可久留，迅速撤退，走！
雨，一发生雪。山水小小眉目，目光如星，相思染，染情故，故可姓名。等一次雪落，等命运垂爱，等你深爱，等不尽思念，等不到花开，等不到的等待。红尘旧曲一出出，是恋慕是自苦。柔情深许一声声，是监狱是禁锢。心若浮屠一幕幕，是来路是归途。宁死却无，一步步是孤独。小瑶，还记得清水镇外初相逢，你嬉皮笑脸，满嘴假话，唯一的一句真话是我无无力力自保，自保，无无人人相依，相依，无处无可去。处可去。数十年剑术，你已有力自保，不必在危急时只能用身体去守护。闭嘴！一个如意情郎，你已有人相依，不必再行之饮弹，与孤寡作伴。半身九头妖邪，沧海任遨游，你已有处可去，不必再被人追逼，无处安身。小瑶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不能守护你了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愿你一世安乐无忧。想杀我，一定要多射几箭，朝着这儿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想要什么回报？你的心。你不是要了我很多血吗？是不是血不够啊？如果我知道这是我们此生此世最后一次见面，无论你多冷酷，我都不会说出那些话。你没有提，我以为你早忘了，没想到你早已经销毁了。向柳，我
我在你的心里是有多不堪。你竟然连一段回忆都不屑留下。成交。陈荣兵败，洪江相柳战死。恭喜爷爷心愿得偿，大荒终于真正统一。同喜啊！自从陈荣国灭，陈荣叛军就是我的心头大患。如今大患已除，没想到竟然是惋惜多于轻松。虽是敌人，这一杯酒，遥寄相留。爷爷，我突然想起一事。我要你允诺，如果有朝一日，你成为西炎国君，画出一座陈荣山的山峰作为禁地，让所有死者的骨灰都能回到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。相柳此生，只亏欠了他自己呀。你既然许诺，就如他所愿。陛下，赵云峰来信。信上说什么呀？父王邀我和爷爷去赵云峰一聚。小妖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患难之情。朋友之义，相知之气，八荒之山崩倾，六合之水枯竭，亦不敢相负。涂山经此生不求建功立业，不求闻达显耀，唯愿朝朝暮暮，琴瑟在御。求太尊、太上、陛下，恩准我和小妖，书定冤盟，永结阴义。你和小妖两心相悦，我们做亲人的只会盼着小妖好，怎么会阻拦呢？这门亲事，我赞成。谢太尊。你和小妖历经重重波折，终有今日，我自然同意。谢太上。我有一事要问。陛下，请问。风龙临死前告诉我，弃西岩山、战陈荣山的计策是你提出。你不但说服他接受，还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原士族支持我。是。为何隐瞒？
我所求为小妖。那么你是为了小妖，才选择支持我？不是，不是。我曾随着涂山氏的商队，走遍大荒，见过人间离乱。一国之君，事关天下苍生。我可以为了小妖恪守族规，不支持德焉和禹阳，却绝不可能违背祖训，打破族规，联合40家和中原氏族，支持陛下登基。我不遗余力，四处奔走，只因为陛下的胸襟和才干，让我坚信，我的所作所为正确。景与小妖两情相悦，佳偶天成，择个吉日完婚吧。谢陛下。没想到这么快你就要出嫁了。我这还快啊，我比你晚了几10年呢。你怎么了？怎么感觉你不开心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这个给你。这是叔母送给你的信物，让你以后送给心仪的姑娘，你怎么能随随便便送给我呀？我就是要送给她，我一直心仪的姑娘。小妖，我心悦你。苍玄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呢吧？这一路走来，我权衡利弊，一次又一次选择，从没有选你。如今我亲口表白，你都不能相信。小妖，从开始到现在，我的心意从未变过。这朵花我一直想送，唯一想送的人就是你。我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世间还有谁对我能比你对我好？这朵若木花只属于你。它可以调动弱水族，就当是我给你的嫁妆，一份来自长辈的祝福。我娘和你娘肯定都希望你带着它，你可能都忘了，但是我一直记得。就在这片凤凰林，你答应过我要永远在一起，一辈子都不分离。可是你会长大，长大就要成家立业，到时候终归要离开赵云峰，也要离开我。哎，只要我永远是你妹妹，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了。哎，
好啊，你永远是我妹妹，我也永远都是你的哥哥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一辈子在一起。那一言为定，一辈子在一起，我们两个永远不分离。我没想到，我们小时候的事情，你竟然还记得。我以为你以为我和爷爷一样，心中只有王位。我当年立志想要王位，是因为它可以保护你，让我们不再分离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保护我，才想要的王位。是。有一天，爷爷问我，如果我的面前只有2条路，必须在王位和你之间取舍，我会选什么？当时我迟迟没有回答爷爷。夜深人静，我一个人躺在榻上时，我知道我心里真正的答案是王位。自从爷爷问了那个问题后，我常常想起过往。纵然明知今日我会失去你，但只要选了这条路，即使一切重来，我都不得不做出和当年一样的选择。小耀，对不起，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。那个小苍玄，他失去了父亲，失去了母亲，失去了一切。他的世界里面只剩下你，可我的世界早已不只是你。我没有办法只为了一个你就放弃所有。明明这个世界是你不惜性命帮我打下来，可我却没有选你，我没有选你。小耀，对不起。哥哥，你没有对不起。我帮你是因为你是我哥哥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想得到什么。你做得很好，我们都活下来了。只要我们活下来了，就是最好的结果。
拜天地。拜尊长。新人值守。盟誓。朝朝暮暮，永结同心。暮暮朝朝，永以为好。礼成。恭喜姐姐，姐夫。恭喜姐，恭喜嫂嫂。恭喜恭喜！恭喜！苍玄不能久留，得即刻返回陈荣山，我们就不必拘泥于俗礼了。小妖、景，你们都来，给苍玄敬杯喜酒。景，你心性善良，志极不凡，最难得的是对小妖一心一意，凡事都把她放在首位。小妖能嫁给你，不仅我这个哥哥、姑姑和奶奶，也一定很满意。谢陛下。从今往后，小妖就拜托你了。陛下放心，景定不相负。哥哥，夫妻结同心，恩爱到白头。有哥哥的祝福，一定会的。娘，他叫涂山璟，是我的夫婿。小婿涂山璟叩见母亲。最艰难的时候，只要我一想到他们，都会觉得无论再难，也要坚持下去。否则，他们一定会死不瞑目的。
后你想做什么？我已经卸下了所有的负担。你呢，土山族长？我也了无牵挂。如今天儿已经继任族长，我回去反倒尴尬。这些年来午夜梦回，我总是会想到在清水镇的日子。我也是。既然如此，那不如我们娘，姑姑，我和小妖都很好。想好要去哪儿了吗？还没有，先四处逛一逛，搜集一些药草药方，修撰医书。如果遇到我们两个人都喜欢的地方，也许会住下来。定居下来后，记得告诉我们，千万别一去就踪迹杳然。好。我这一生啊，打下了大半个大荒，却困在这四方宫殿内。这一次，离合景一定要帮我好好看看这个大荒。好，放心吧，外爷。如果见到之前没有遇到过的古物，我一定想办法让商行给您带回来。好啊。阿念，如果你在武神山待的实在无聊，就去西岩山多陪陪父王。切记，一定不能踏足中原。姐姐，我连战场都已经上过了，虽然仗是秦芒帮着打的，但那些鲜血和死亡我都已经见过了，我自有分寸，放心吧。是啊，我们阿念已经长大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份新婚礼物要送给你。这是我送你的新婚礼物，祝你和景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你不都送过我礼物了吗？怎么又给我准备一份？不过礼不嫌多，你既然给我准备了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姐姐，带着这个娃娃，一起畅游天下，把我缺失的那份一起补上。好，这个娃娃还挺可爱的。外爷，父王，我们走了。去吧。我们去哪里呢？四处逛一逛。好。我忘记告诉苍玄了，小妖和景要离开了。我也忘了。小妖实现了阿恒未实现的心愿。只要这天下太平，咱们的小妖就能好好的活着。臣等不负陛下与太尊重托，历经57年，医书编撰完成。医书共有55卷，分为2大部，37卷记录了大荒内的药草、药方和医术，论述生死之途；18卷是为有病而防病
论述养阴养阳之道。医书还未起名，请陛下赐名。论述生死之徒的37卷医书，赐名济民外见；论述养阴养阳之道的18卷医书，赐名济民内见。这2部医书，能令天下苍生除去病痛，让万民得欢乐，是帝王之喜，也是天下黎民之喜，实乃千秋万世之功德。57年间，前后共有68位医师参与医书编撰，3773名医师参与搜集和整理。为了搜集药物，医师们足迹遍布大荒，38人坠入悬崖身亡，52人于山洪和暴风雪中失踪，61人死于怪兽毒物瘴气，还有7位医师病没于书案前，死时仍握着笔，在记录药方。传朕旨意，立碑为记，将所有参与医书编撰、搜集的医师姓名刻录其上，叙述功绩，供后人铭记瞻仰。今日，小老儿要为大家讲述的故事叫《大荒传》。这大荒内曾经有一首民谣，是广为流传的，叫“一山二国三王族四世家”。四世家大家都知道，赤水、涂山、西陵、鬼方吧？可三王族是什么意思啊？明明只有一个西炎王族嘛！年轻人，耐心一点。正因为你不知道，才要听小老儿讲啊！哎，那都是你爷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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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的事儿了。好，我们耐心听。今日在下要说的，一山二国三王族四世家，四世家之一的大荒首富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小妖不好意思。小哥，你说什么？抱歉，认错人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哥哥，是又想起姐姐了吗？水入海，我归林。小妖回了他来的地方，也不知他如今在哪，过得好不好。姐姐也许是这卖花的娘子，也许是那给孩子买甜浆的妇人，又或许是那破布打瞌睡的老板。看看他们，就知道姐姐无论在哪里，她现在已经过得很好。小妖在芸芸众生中，芸芸众生就是小妖。四海为念，天涯比邻，总有相见之日。走，我们去看看这块会说话的石头，如今又在讲什么故事。好。
深的流光，不乱不慌，不悲不伤，竟然洪荒，没有你的目光，只剩下空荡。经受我这一生的风霜，不争不抢，不失不忘，静沐骄阳，没有你的阳光，空气只留下热浪。万物皆无光，只有你的眼明亮，随心去远方，看看太阳。满目皆悲伤，只有你的眉上扬，等你对应1万夜光。来时携风雨，去时带走了四季，你不在，再好的风景皆无力。开始汹涌来袭，后来绝尘而去。你不来，再美的天地都浪迹。